諾曼底登陸跨過的英吉利海峽，最窄的地方33公里，盟軍足足準備了2年。台灣海峽最窄130公里，是它的4倍。所以軍事圈流傳一句話，中共最怕的其實不是美軍，是這條老天爺畫下的護城河。這句話聽起來很像安慰台灣人的心靈雞湯，對吧？哪知道你去翻各國智庫的兵棋推演報告，一份一份翻到最後，會發現一件很妙的事，不管是華府的推演、東京的推演，還是北京自己關起門來的盤算，全部都在同一個地方卡關，不是卡在飛彈數量，不是卡在航母幾艘，是卡在那條寬130公里的水。這件事說出來其實蠻顛覆的。我們平常聽到的台海討論都在數對岸有幾架戰機、幾艘軍艦、幾枚飛彈，數字一年比一年嚇人。可是真正讓推演卡住的，從頭到尾是同一個角色，海峽本身。武器年年在換代，海峽從來沒換過。所以我們今天要來問一個大哉，問台灣海峽有多難度？為什麼全世界的參謀推演都在同一條海峽上卡關？這條海峽在地圖上看起來就是一條不起眼的縫，可是400年來，荷蘭人隔着它跟明朝對峙過，鄭成功隔着它跟清帝國對峙過，日本人隔着它盤算過，國共兩邊更是隔着它瞪了70幾年。一條縫能讓這麼多梟雄豪傑停下腳步，他憑什麼？先說清楚，今天這一集我們不比飛機大炮的數量，也不開武器清單，我們只看一樣東西，這條海還有它兩岸的天與地。因為看懂了這條海，你就看懂了為什麼70幾年來地圖上這條縫一直沒有被跨過去。我們先把這條海峽的基本資料攤開來。台灣海峽南北長約370公里，平均寬度180公里，最窄的地方在新竹南寮到福建平潭之間，大約130公里。130公里是什麼概念？差不多是3場全程馬拉松，再多一點聽起來好像也還好。對岸不是沒動過走最短路線的念頭，福建平潭這些年蓋了對台的商城、海底隧道、跨海通道的構想也喊了幾十年，規劃圖畫了一張又一張，到今天連個影子都沒有，連工程師拿着和平年代的預算都跨不過去的距離，要讓幾十萬大軍在炮火下跨過去。然而事情沒這麼簡單，海上的130公里跟陸上的130公里是2個完全不同的世界。陸地上你踩油門就好，海上你要面对的是風、浪、流、潮，還有一個更要命的東西叫做時間。一支2棲船團快不起來，滿載士兵和戰車的登陸艦慢吞吞的130公里，要在海上晃好幾個小時。這好幾個小時裡，你就是雷達熒幕上一整片移動的亮點，天上的衛星看得到你，岸上的雷達看得到你，海裡的潛艦聽得到你。換句話說，這條海峽最狠的地方還不是寬，是它讓奇襲2個字直接從字典裡消失。還有一件事很多人不知道，台灣海峽其實很淺，大部分海域水深不到60公尺，最淺的地方只有30公尺。淺代表大船在水下沒有空間躲，也代表這裡是布水雷的天堂。守方隨手撒一片水雷，攻方的掃雷艦就得在敵人火力下慢慢清，一清就是好幾天。而搶灘這種事最缺的就是時間，而且海峽正中間還擺着澎湖群島，90座島礁就卡在航道旁邊，像一座天然的檢查哨，誰守住澎湖，誰就掐住整條海峽的咽喉。歷史早就把這件事演過好幾遍了。1622年，荷蘭人想跟明朝做生意，第一個落腳點就挑澎湖，被明軍硬是逼走，才轉去台南。1885年，中法戰爭，法軍統帥孤拔看準的也是澎湖，攻下來沒多久，自己病死在馬公。1895年，日本要拿台灣，簽馬關條約之前，艦隊先開去打哪裡？還是澎湖。再往前翻，1683年，施琅替清帝國拿台灣，決勝的一仗也不在台灣本島，是澎湖海戰。澎湖一丟，台南的鄭家王朝直接投降。你看，想過這條海峽的人，劇本都一樣，先搶那座檢查哨。老天爺這一手棋下得實在很不客氣。但台灣海峽真正的招牌是一條有名字的水——黑水溝。我們的祖先幾百年前從福建渡海來台灣，最怕的就是這一段。台灣與澎湖之間有一條澎湖水道，
海底是一條狹長的海谷，湍急的潮水把水裡的沉積物和雜質全部帶走，陽光照下去，直接被深水吞掉，海面黑得像墨。先民給它取了個外號，就叫黑水溝。黑水溝的水流有多急？最快4節，換算差不多每秒2公尺。這數字聽起來很抽象，我們換個講法，奧運游泳選手全力衝刺，速度大概就是每秒2公尺。也就是說，這條海流等於一個奧運選手在全力衝刺，而且他24小時不喊累，人掉進去不是你在游泳，是海在搬運你。當年渡海的移民留下一句話，聽了會起雞皮疙瘩：10去6死3留1回頭。10個人渡海，6個死在海上，3個留下來落地生根，最後一個嚇到掉頭回去。還有另一句更有畫面的：唐山過台灣，心肝結歸完。1697年，一個叫郁永河的杭州人渡海來台灣採硫磺，把旅程寫成《碧海記遊》。書裡描述船過黑水溝，水色黑得像墨，湍流又急又險，船上的人燒香的燒香，發抖的發抖。那不是文學誇飾，那是行前遺囑等級的心理準備。客家人的渡台悲歌唱得更直接：勸君切莫過台灣，台灣恰似鬼門關。各位，一片土地要用鬼門關來形容它前面那條海，你就知道當年的船難有多密集。清代那些擠在小船上偷渡的先民，船翻了，連名字都沒留下来，屍體被浪推回福建的海灘。我們今天能站在這座島上，某種程度上都是那場海上淘汰賽的幸存者後代。注意哦，這還只是坐船路過的難度。現在想象一下，你不是路過，你是要載着幾萬名士兵、幾千輛車輛裝備，堆積如山的彈藥油料，頂着對岸的飛彈，排着隊渡過去。而且照老一輩的說法，黑水溝還不止一條，澎湖的兩邊各有一段鹹水，等於老天爺在這條海峽裡前前後後畫了不止一道護城河。更麻煩的是，這條海峽裡的水還不是死水，夏天西南季風把南海的暖水往北推，冬天東北季風把大陸沿岸流往南壓，兩股水在海峽裡頂牛，流向隨着季節整個翻面。開船的人要跟一條會轉向的河搏鬥，算潮的人要跟1天2次的漲退賽跑。這種水文功課，錯一題就是船毀人亡。好，一定有人說水流急，那我挑個風平浪靜的日子總行了吧？問題就出在這裡，台灣海峽一年根本沒有幾天風平浪靜。這條海峽在世界航海圈是掛了號的，出了名的風大、浪大、流速大，3個大，一個都不少。先講東北季風，每年10月到隔年4月，西伯利亞的冷高壓一波一波南下，風從東北方灌進來。台灣海峽的地形又特別壞心，一邊是台灣的中央山脈，一邊是福建的丘陵，兩邊一夾，海峽變成一條天然的風洞，風速硬是被擠得更快。冬天的海峽動不動就是6級以上的強風，浪打起來連幾萬噸的商船都要看天臉色。住在新竹的朋友應該最有感，新竹為什麼叫風城？就是因為正對着這條風洞的出口，連曬個衣服都會被吹走的地方。你要開登陸艇搶灘，風浪大到什麼程度？看看民間航運就知道。往返馬祖的台馬輪，往返金門的客船，每年冬天3天2頭因為海象不佳停航，連載客的正規航線都開不了，何況是幾百艘擠在一起慢吞吞的登陸船團。而且別忘了暈船這件事，平底的登陸艇在大浪裡是最會搖的船型，士兵擠在裡面晃上幾個小時，還沒看到海灘，先吐到腿軟。當年諾曼第的老兵回憶，很多人衝上灘頭時最強烈的願望不是活命，是趕快離開那條該死的船。一支吐了半路的部隊戰力先打幾折，這筆賬參謀不敢不算。東北季風好不容易收了，換誰上場？台風。每年6月到8月，西太平洋的台風一個接一個，平均每年有6個台風影響台灣海峽。兩棲船團最怕的就是這種說來就來的巨浪，艦隊在海上被台風掃到，不用敵人動手，自己就先減員。歷史上最有名的受害者就是忽必烈。1281年，他第2次遠征日本，10幾萬大軍的船團在海上被台風整個掀翻，日本人從此把台風叫做神風。台灣海峽平均每年被6個台風光顧，等於一年排班6次的神風。這種海域
誰敢把幾十萬人押上去賭？所以我們把行事曆攤開來算一算，10月到4月是東北季風的地盤，6月到8月是台風的地盤，剩下什麼？剩下2個窄窄的縫，一個在4月前後，一個在10月前後，各只有幾個星期，而且就算擠進了窗口，也不是天天能動手。窗口裡再扣掉鋒面過境、突發的天氣系統，真正風平浪靜到能讓幾百艘船同時渡海的日子，一只手就數得完。這種日子，氣象學家算得出來，攻方算得出來，守軍當然也算得出來。10月那個窗口還有一個陷阱，它跟東北季風的開場無縫接軌，晚1個星期動手，海就翻臉。1949年古寧頭那一夜，共軍撞上的正是10月底的東北風。這個伏筆我們待會兒再說，這不是我們自己講爽的。華府智庫2049計劃研究所的研究員易思安2017年出了一本書，叫《中共攻台大解密》，把解放軍自己的內部教材翻出來研究，結論就是1年之中真正適合大規模跨海2栖作戰的天氣窗口只有4月和10月前後那2段，加起來就那麼幾個星期。連解放軍自己的教材都承認，這條海峽1年只給2次機會。各位，這代表什麼？代表全世界都知道你只能挑那幾個星期動手。兵法最講究出其不意，可是台灣海峽直接把日曆翻開給所有人看，想來就只有這2個檔期，逾期不候。美軍的衛星盯着，台灣的雷達盯着，連氣象主播都在幫忙盯着。每年1到4月和10月，全世界的情報機構自動進入加班模式，對岸的港口多停幾艘船，多亮幾盞燈，隔天就出現在各國的簡報裡。你要集結幾10萬部隊，幾百艘船，在這種注視下偷偷渡海，這已經不是軍事問題了，是魔術問題。更妙的是，4月那個窗口還有一個亂入的角色——大霧。春天的台灣海峽常起濃霧，金門、馬祖的機場每年這個季節動不動就關場停飛。霧鎖海峽對攻方不是掩護，是災難，因為幾百艘船擠在一起航行，看不見彼此，比看不見敵人更可怕。而且天氣窗口這種東西是老天爺說了算，不跟你商量。1944年諾曼底登陸，原定6月5日發起，一場風暴硬是逼得艾森豪把整個行動延後24小時，幾十萬人在船上吐得七葷八素，那可是全世界气象學家幫忙盯着的行動，都差點被一場風搞砸。更狠的還在後頭，諾曼底登陸成功2個星期後，6月19日，一場大風暴橫掃英吉利海峽，把美軍辛辛苦苦拖過海的人工港直接砸爛，剛上岸的部隊差點斷了補給。你沒看錯，仗都打贏了，老天爺還能回頭補一刀。英吉利海峽尚且如此，台灣海峽的臉色只會更難看。然而事情沒這麼簡單，就算你賭對了天氣，熬過了黑水溝，船開到台灣外海了，真正的噩夢才剛開始。因為你要找地方上岸，而台灣的海岸是出了名的不歡迎光臨。台灣本島海岸線1000多公里，聽起來選擇很多，錯。東海岸大多是懸崖峭壁，直接刪掉，剩下的西海岸一大半是泥灘、阿田、魚塭、消波塊，重裝備，一上去就陷進去。易思安在書裡一處一處數過，全台灣真正適合大規模登陸的海灘只有14處，從北部的金山、林口、桃園海湖到宜蘭的頭城、壯圍，再到南部的布袋、台南、林園、佳鹿堂，扳着手指頭就數得完。台灣的國防部心裡也有數，漢光演習把全台14處紅色海灘列管，一處一處演練怎麼把來犯的部隊擋在水際灘頭，而且每一處都在守備火力的涵蓋範圍之內。你沒聽錯，偌大一個台灣，能上岸的門就那10幾扇，而且每一扇門後面守軍已經站了70幾年。金門的沙灘上到今天還插着一排一排的軌條，歹點，鐵軌斜斜指向海面，那就是寫給對岸看的告示牌，此路不通。而且台灣西海岸這幾十年還多了一道意外的城牆，台61線西濱快速公路。這條高架道路沿着海岸線一路延伸，在軍事迷眼裡就是一道現成的水泥長城。登陸部隊好不容易衝過海灘，迎面就是連綿的橋墩和路堤，守軍的火力還能從制高點往下招呼。有人會問，那乾脆直接搶港口呢？想法很好，教科書也是這樣寫的。
兩棲作戰光搶灘不夠，一定要拿下港口和機場，後續的重裝備和補給才進得來。問題是，台灣能吞下大部隊的港就那幾個，高雄、台中、基隆，個個是重兵看守的堡壘。易思安書裡特別點名台中，說他有港有機場，拿下來能把台灣攔腰切成兩半，聽起來很美好。可是他自己也承認，台中外海那一片灘根本不適合登陸。為什麼不適合？這就要講到一個很少人注意的隱藏殺手——潮差。台灣中部沿海的潮差平均約4公尺，最大可以到5公尺。這代表登陸時間只要算錯幾個小時，眼前的海就變了一個樣。漲潮時看起來能搶灘的地方，一退潮，突然多出一大片爛泥。彰化芳苑、王宮那一帶的潮間帶，退潮之後，泥灘一路鋪出去好幾公里，一望無際。當地人下海採蚵，靠的是黃牛拉車，人稱海牛，連牛車都要挑路走的地方。你覺得幾十噸重的兩棲戰車開得過去嗎？現在爛泥裡動彈不得的戰車就不叫戰車了，叫靶。順帶一提，西海岸那些一望無際的蚵田本身就是天然的反登陸樁，一根一根蚵架插在潮間帶上，小艇撞上去就開膛，氣墊船的氣墊群被刮破就趴窩，守軍還沒開火，蚵農的架子先收一輪過路費。其實潮差這一招，鄭成功早在1661年就示範過一次。他攻台的時候避開重兵把守的正港，等大潮漲起來，艦隊從水淺的鹿耳門水道摸進台江內海，殺了荷蘭人一個措手不及。你看，連在這座島登陸成功的經典案例，靠的都不是蠻力，是把潮水摸得比守方還熟。而今天把台灣每一寸潮水摸得最熟的是誰？是台灣自己。歷史上還真的有人挑戰過這種爛泥地獄，就是1950年9月15日的仁川登陸。仁川的潮差大得嚇人，退潮後露出大片淤泥，被形容成全世界最不適合登陸的港口之一。麥克阿瑟偏要在那裡上岸，當時的評估把這場行動形容成5000分之一的賭博。他賭贏了，但別忘了他贏的關鍵。北韓人也覺得沒有人會蠢到從仁川上岸，所以那裡幾乎沒有守軍。台灣的爛泥後面呢？後面是演練了幾十年的守備部隊，預先劃好的火炮坐標，一格一格編好號的殺傷區。仁川那種賭法，在台灣連賭桌都上不了。講到這裡，我們得把鏡頭拉遠，講一個軍事學的基本常識。在所有作戰形態裡面，兩棲登陸公認是最難的，沒有之一。難在哪兒？難在你最脆弱的時刻，剛好撞上敵人火力最猛的時刻。士兵擠在登陸艇裡，沒有掩蔽，沒有工事，像罐頭一樣飄向灘頭。守軍蹲在岸上的工事裡，以逸待勞。整段航程，你是明牌，他是暗牌，而且這是一道環環相扣的連鎖題。部隊、裝備、油彈糧全部要塞進船裡，跨過一段毫無掩護的水面，在敵人挑好的地形上從零開始建立立足點，然後還要源源不絕地補給它。任何一環掉鏈子，前面的努力全部歸零。翻開戰史，這種仗把多少名將摔得鼻青臉腫。1915年的加里波利登陸，英法聯軍信心滿滿地衝向土耳其的海灘，結果在灘頭上耗了8個多月，傷亡20幾萬人，最後灰頭土臉的撤退。力推這個計劃的丘吉爾直接丟了官位，政治生命差點斷送。後來他花了一輩子才翻身，一場登陸戰差點埋掉一個未來的首相。成功的例子呢，代價同樣嚇人。1944年6月6日，諾曼第，盟軍出動了近7000艘艦艇，光登陸艇就有4000艘，天上11000架飛機，一天搶灘156000人。為了這一天，盟軍準備了2年多。到1944年5月，集結在英格蘭南部的部隊已經高達287萬人，而且光有兵力還不夠，盟軍還搞了一整套世紀大騙局，憑空編出一個不存在的集團軍，讓名將巴頓掛名當司令，到處擺充氣戰車、假營房，騙得德軍死死盯着家來，以為主公在那裡，為了跨一條33公里的海峽，正攻、欺敵、氣象、後勤全部做到滿，這才換來一個灘頭。結果呢，就算做到這種程度，光是奧馬哈一片灘頭，美軍一天就倒下2000多人，海水都被染紅了。後來搶救雷恩大兵把那個早晨拍出來，很多觀眾光看開場10分鐘就受不了。
這就是渡海登陸的真面目。人類史上最強的工業大國，集全力準備2年多，跨一條最窄33公里的海峽，依然付出這種代價。還有一段歷史更少人提，1944年，美軍其實認真計劃過登陸台灣，代號低道行動。參謀們攤開地圖算了又算，結論是需要動用的兵力大到嚇人，傷亡估計吞不下去。最後整個計劃被打入冷宮，美軍轉頭去打沖繩。連當年橫掃太平洋，剛在諾曼底證明過自己的美軍，看着台灣的海岸都搖頭。這座島的難搞是由美軍參謀部蓋章認證的。那美軍改打的沖繩戰況又如何？1945年4月，美軍動員10幾萬地面部隊登陸沖繩，硬是打了82天才拿下來。慘烈的傷亡讓華府嚇到，重新評估整場戰爭要怎麼收尾。注意，沖繩的面積只有台灣的1/30左右，前面還沒有一條130公里寬的海峽擋住。現在回頭看台灣海峽這一題，距離是英吉利海峽的4倍，天氣窗口1年只有2段，能上岸的灘頭只有10幾處。守軍準備了70幾年，登陸台灣有多難？各國參謀兵推做完，給出的形容詞出奇一致，這是參謀部的噩夢。而且說到渡海翻車，解放軍自己就繳過一次血淋淋的學費，這堂課叫古寧頭。1949年10月24日深夜，共軍9000多人擠上300多艘木帆船，從福建沿海往金門出發。船是臨時徵來的漁船，開船的是被抓來的船工。很多部隊是北方人，一輩子沒看過海，但他們剛在內戰裡一路橫掃，士氣正旺，想着金門那麼小那麼近，1個晚上就能解決。哪知道海不這麼想，當晚東北風正猛，潮水跟他們的計算完全對不上，船團被風浪和洋流推得七零八落，預定的登陸點全部漂掉，部隊在錯誤的地點亂成一團，遞上了岸。更慘的還在後面，退潮了，300多艘木船擱淺在沙灘上動彈不得。天一亮，被守軍的戰車和火炮一艘一艘點名，燒成一片火海。回頭的船沒了，第2波增援上不來，彈藥打一發少一發。接下來的56小時，登島的9000多人被全數殲滅，戰死的戰死，被俘的被俘，沒有一個人回到對岸。後來的戰史研究都指出，共軍當時犯的錯1個字就能總結：輕敵。以為渡海就像過河，以為漁船就能當登陸艦，以為潮水會配合行軍表，海用56個小時教會他們這3件事全是錯的。各位，金門離大陸近到什麼程度？站在廈門的海邊，肉眼就看得到金門的海岸線，連這麼一小段水，一個潮水算錯就全軍覆沒。130公里的台灣海峽，中間還橫着黑水溝，這筆賬北京的參謀不敢不算。而且傷口還沒好，又摔了一次。半個月後的11月，共軍在舟山群島的登步島再次搶灘，又是登陸部隊被守軍反推下海，鎩羽而歸。連續2堂課，學費全是人命。從此，渡海作戰這4個字，在解放軍的字典裡再也不是輕鬆寫意的詞。順帶一提，古寧頭之後的金門被建成了一座地下堡壘島，坑道一條一條挖進花崗岩裡。連醫院和碼頭都藏在山肚子裡。翟山坑道現在開放觀光，你走進去看那個規模，就明白台灣人面對這條海峽的態度。老天爺給了險，我們自己再加一層。古寧頭之後，1950年韓戰爆發，美國第7艦隊開進台灣海峽，渡海這件事就這麼一路擱置到今天。70幾年過去了，這條海峽始終沒有被跨過。講到這裡，一定有人說，拜託，那是1949年的木帆船，現在人家有075型2棲攻擊艦，有氣墊船，有上萬枚飛彈，時代不一樣了。沒錯，時代真的不一樣了。但你猜怎麼着？時代對渡海的一方反而變得更不友善，因為守方的武器進步得更快，現代是反艦飛彈的天下，海峽裡每一艘大船都是移動的標靶。台灣的岸上部署着自制的雄風2型、雄風3型反艦飛彈，跟美國買的魚叉飛彈一批一批到貨，還有海馬斯多管火箭這種打了就跑的家伙，藏在山溝裡、公路邊，發射完就換位置。軍事學者給這套路線取了個很傳神的名字，叫豪豬戰略，把自己變成一隻滿身尖刺的豪豬，誰咬誰滿嘴血。
這筆賬還有一個殘酷的匯率問題，一枚岸置飛彈的造價跟一艘塞滿士兵和戰車的兩棲艦比起來，是零頭中的零頭。守方用零頭換攻方的本金，這種匯率打幾輪下來，攻方的家底就見骨了。這不是理論。1982年福克蘭戰爭，阿根廷一枚飛魚飛彈就送走了一艘英國驅逐艦，全世界的海軍嚇出一身冷汗。2022年4月，烏克蘭又補了一顆，2枚岸置的海王星飛彈直接送俄羅斯黑海艦隊的旗艦莫斯科號下海，那可是一艘1萬多噸的飛彈巡洋艦。一個連像樣海軍都沒有的國家，用岸上的飛彈就能擊沉旗艦，那一整支擠滿士兵慢吞吞橫渡海峽的船團，在飛彈眼裡是什麼？是自助餐。還有一件事，烏克蘭戰爭也演給全世界看了。在商用衛星滿天飛，人人手上一只手機的年代，大軍集結根本藏不住，俄軍的車隊在哪裡轉彎，網絡上都查得到。幾十萬部隊要在福建沿海上船，全世界会比士兵的家人更早知道。更何況上船本身就是大工程，幾十萬部隊，幾萬台車輛，要從幾十個港口按表操課地裝載，光是排程就要好幾個星期。而這幾個星期，全世界的鏡頭都在看。烏克蘭開戰前，俄軍在邊境集結的畫面被連拍了好幾個月。台海要是有事，預告片只會更長。兩棲作戰還有一個最脆弱的環節，叫泊地換乘。大船開到外海，士兵要在搖晃的海面上爬進小艇，再衝向灘頭。這個動作在風平浪靜時都出過人命，在台灣海峽的湧浪裡做，海象一翻臉，整船人直接餵海。而我們前面說過了，這條海峽一年有幾天是風平浪靜的，那把這些全部加起來，實際推演會是什麼結果？2023年1月，華府智庫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，也就是 CSIS 發表了一份報告，名字取得很直白，下一場戰爭的第一戰。他們模擬2026年共軍全面進攻台灣，同一場兵推，換住條件，反反复复打了24次。結果呢，在絕大多數的情境裡，登陸都失敗了，台灣守住了。共軍的兩棲船團在海峽裡被一波一波的飛彈洗掉，損失慘重。當然，報告也講得很清楚，守住的代價非常高昂，美軍和日本會賠進大量艦機，台灣的經濟也會受重創。這不是一場值得期待的戰爭，但結論就是結論，24次推演，攻不下來就是攻不下來。這份報告還特別提醒了一件事，整個守住的前提是台灣自己要肯打，要撐得住第一波攻擊，護城河能不能發揮作用，鑰匙其實握在守城的人手上。這句話我們先記下來，等一下會用到。還記得前面說的水雷天堂嗎？台灣海軍這幾年成軍了布雷艦隊，快速布雷艇一艘一艘下水，戰時能在幾條可能的航道上快速撒網。水雷這種武器不起眼，卻是兩棲船團的天敵，掃不乾淨不敢過，慢慢掃就是送給岸上飛彈多幾個小時的點名時間。卡在哪裡？講來講去還是那幾關，船團一出港就被看見，海上航渡被飛彈點名，搶灘的門只有10幾扇，後續補給跟不上。有評估認為，共軍首波登陸就得投入5萬人上下的兵力。可是，就算把現役的4艘075型兩棲攻擊艦全部壓上，再徵用民間的滾裝渡輪，運力算來算去，就是湊不出一個讓參謀安心的數字。滾裝渡輪是拿來載遊客和貨櫃車的，不是拿來搶灘的。把渡輪開進戰場，就像開着遊覽車衝進槍戰現場，載的再多，也只是一個更大的靶，而且靶沉一艘，海裡就是幾千人，這種損失誰扛得起？這2年衛星照片還拍到，對岸的船廠造出一批怪模怪樣的戰橋駁船，長長的鋼橋可以往前伸，幾艘接起來就是一座海上浮橋，擺明了是為搶灘量身定做。台灣的軍事圈研究了半天，結論還是繞回那句老話，浮橋造得再巧，也要海象賞臉，橋伸得再長，也擋不住飛彈。裝備可以升級，海峽不會縮水，而且登陸成功也只是故事的開始。幾萬人的部隊，每天要吞掉幾千噸的油料、彈藥、糧食，全部得靠船一趟一趟從海峽運過來。烏克蘭戰場已經示範過，海馬斯這種武器最愛打的就是補給線，橋一斷，彈藥庫一炸，前線部隊再猛也只能挨餓。
130公里的台灣海峽就是一條全世界最長也最脆的補給吸管。但故事還沒完，就算奇蹟發生，部隊真的上了岸，台灣這座島本身就是下一道護城河。西部灘頭的後面不是一馬平川的平原，是全世界密度數一數二的都市帶，高樓、巷弄、高架橋、地下道，每一個街區都是天然堡壘。台灣2000多萬人口，絕大多數就住在這條西部走廊上。攻方要在這種密度裡一條街一條街地推，每一個路口都是消耗。城鎮戰有多磨人，二戰的史達林格勒，今天的烏克蘭都演過了。進攻方的裝備優勢一進巷子就被稀釋，這個我們就不展開了。再往內陸看，中央山脈直接把整座島縱向鎖死。台灣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有268座，玉山3952公尺，比日本的富士山還高。日本整個國家3000公尺以上的山也才21座，台灣一座島就塞了268座。高山密度是世界級的，這種地形，守方可以退，可以藏，可以耗，攻方每往前一步都是仰攻。這道山脈，台灣自己也早就用上了。花蓮的佳山基地直接把機堡挖進山體裡面，戰機藏在厚厚的岩層底下，飛彈打上去只能幫山搔癢。老天爺給的護城河不止在海上，還立在島的正中央，所以把整張地圖攤開，參謀們看到的是一道接一道的關卡，先渡130公里的海，過黑水溝，堵天氣窗口，闖飛彈封鎖，搶10幾扇窄門，趟幾公里的爛泥，打巷戰，再仰攻高山。這哪裡是一道護城河，這是一整套連環關卡，每一關都在扣血，而且沒有存檔點。所以回到我們開頭的大哉問，為什麼全世界的參謀推演都在同一條海峽上卡關？因為這條海峽出的是複選題，天氣、水文、灘岸、縱深、飛彈、補給，每一個選項都能單獨讓一場登陸失敗，而它們全部同時存在。當然，話要說回來，護城河再深也不是讓我們躺着睡覺用的。諾曼第和仁川都告訴我們同一件事，再難的登陸，只要守方鬆懈，就有人做得到。天險從來不會自己打仗，打仗的是人。台灣海峽這條護城河真正的價值，是老天爺幫我們把渡海的代價墊到天高，把時間留給我們自己。而台灣也真的沒有浪費這個時間。反艦飛彈一年一年地量產部署，義務役從2024年起恢復成1年，每一處紅色海灘的守備演練一次又一次的翻新。老天爺的護城河加上台灣自己的準備，這2件事加在一起，才等於世界上最難啃的登陸戰場。缺了任何一樣，護城河就只是一條水。說到底，這一題全世界的參謀都解不開，不是因為他們不夠聰明，而是因為出題的是大自然，改考卷的是台灣。70幾年了，這條海峽讓多少作戰計劃躺在抽屜裡發黃，讓多少場兵棋推演在同一個地方卡關。連麥克阿瑟都說過，台灣是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艦，而這艘航空母艦的四周還環繞着全世界最難纏的一圈海。下次再有人跟你說台灣守不住，你不妨反問他一句，一條連參謀部都做噩夢的海峽，1年只開2次門，門口躺着黑水溝，門後還站着準備了70幾年的守軍，你要拿什麼渡過去？